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选区里面也有住户希望能够比照840%容积的台北市议员杨若芳。武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役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尚厚之，大家好。好，那今天是台风天，那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注意防台的一些准备，好不好？那台风天那没有必要，千万不要出门。那在这个时间点，大家关心一下，那关心台风的一些的进度，然后当然我相信你也一定会关心的。那包括柯文哲主持的案子，金华城这个案到底办得怎么样？我刚刚为什么一开始这样讲，若芳？因为在你的选区里面，我们那天看到新闻，有一栋大楼就大辣辣说他也要840，他的容积也要840，为什么他会这样要求？其实我有打给那个主委，我就先问他，他说第一个他要表达一下他们身为一般小市民的心声的不满，因为当时这栋景星大楼在早之前，他们其实大家都很想都更，所以有去申请了就是都更，然后包含容积的奖励，譬如说它的容积是不是可以提高，他们那时候好像是300多，然后他就说那是不是可以申请到560，然后结果他们申请2次，通通都会驳回，然后导致他们现在呢，其实一直都很难去整合，因为那个容积的高度就不够现在的这样的原本楼的高度，所以他在这一次看到金华城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为什么金华城可以，而且市政府还一直帮他开通关，一直走绿灯，一路帮他们想办法解决，那为什么他们一般小市民没有办法？所以他就觉得很不满，所以他就去挂了一大幅，就是讲说要诉求，就是说。为什么金华城可以，我们一般老百姓没有办法？所以他就写了一个，我也要840%。其实你看啊，金华城是特例，这是大家都知道。只有民众党跟黄珊珊一直讲说，金华城它就是通案嘛，它就是通案。但是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去调了一个这个民众陈情的一个信件哦。这个是民众陈情，它是在2021年的9月30号，2021年的9月9号。刚好是容积，那个金华城容积过了840，那他们这个案件呢，其实就是说，他们其实是被市政府征收要做这个联开宅，捷运的联开宅，那他们就会觉得说，因为我们联开宅这老房子被征收之后，你后面等到分回户都还要有这个分配这公设比的这部分，他们觉得，这是不是能够再申请更多一点？然后他们也看到金华城的案件，所以他们就直接打电话去问都发局，那是为什么金华城可以，他们这边的这个案件却没有办法？然后甚至广慈社宅也都有办法，就是在提升容积奖励。结果后来他说，都发局的人就直接回复说，因为金华城是一个特案，它是个特案，这是2021年的9月30号。那这个民众他不仅澄清一次，我去看那个记录，他从9月份、9月30、10月、11月，他总共澄清了4次。其实我们也想要问柯文哲啦，如果金华城不是特例，如果金华城不是你想的，就是跟你关系特别好，你会直接帮他澄清吗？你会直接帮他特别处理吗？当时柯文哲讲什么？柯文哲就讲说，因为金华城沈庆金是市民，是市民澄清要处理，请问一下。这个案件，这个民众陈情的4次，就在2021年的9月30号开始。我不晓得柯文哲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市民的陈情，没有看到市民的心声，那你却只看到了财团。我觉得这是一个打脸，不仅打脸，就是黄珊珊以及民众党讲说，这是金华城就是通例啦，大家都一样，错，连市政府自己回复民众在问，他都讲说这是一个特案。所以就是特立独行。OK， 这几个案子在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在你看到说，包括要去帮金华城去找一些学者专家来组一个专案会议，去想一个第4方案啦，所有像这样一些，我们都在节目讲说，我们大家可能误会了公务员，好不好？其实公务员当然优秀，可是很多的公务员都长期以来有一些被批评说，是不是在过程当中会可能会比较僵化一点，不会这么帮老百姓着想。金华城那时候我们讲说，没有啊，你看他帮人家想成这个样，还想这么多的方案。但是看这个案子，对他又回到了一般来讲，老百姓还是要自力更生一点。他不涉及到公务人员，你说是不是公务人员他就是怠惰或者什么？没有。那有很多的时候，大部分的公务人员，我相信都希望能帮民众解决问题。但是金华城这个案子是非常的积极，那引起大家这么多的一些的问号。好，那这件事情，如果同样讲金华城这件事的话，任俊是一样羁押两样情，可以这样讲吗？是。沈庆金跟柯文哲。几乎在同一天，你看到2个不同的一些的状况。柯文哲
我就是不要去应讯，怎么样？你能奈我何？很多的一些揣测，包括是不是在评估，现在的状况不明，所以干脆不要应讯。但沈庆基呢？沈庆基那直接大家看到身体又出状况，然后这一次连医院都评估说是不是真的要住院，所以这两个状况现在看起来，这等于是金华城最重要的两个人嘛。我觉得这两个还是有些程度上的不同啊，就说第一个，柯文哲的部分，大概只有柯文哲能够超越柯文哲嘛，因为上一次他去应讯的时候，我要回家啊，当庭逮捕嘛那逮捕完了之后，后来就延伸出了非常多的这个跟柯文哲相关的东西啊。但这一次因为比较特别，是说这个他已经是一个被羁押的被告的身份，这个要请教一下大律师啦啊，就是说被告的身份在没有。我跟你说过，我讲过，没有吧？本身拘提它是有强制力的，就如果那天好，如果有其他人要比照办理的话，我想检方我就是叫法警把你拘来，你就是拘来，是他就强制上铐以后，然后把你送上囚车拘来是可以的，只是检方你有看到吗？检方有一个资源局说啊，他的身心状况可能不适合或什么的，我想检方大家也要避免，少如果看到你拘他的那个状况，如果中间发生什么动荡。谁担当得起啊？大概是这样吧。我觉得这有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因为他基本上已经被羁押的被告，他已经没有什么基本上可以自由活动的权利了，又不是像证人被约谈我不去啊，到最后就是有罚钱嘛，拘提嘛，了不起抓我，这个事情在当时柯文哲8月30号的时候也曾经发生过啊，柯文哲不是出来讲说，那你抓我啊，你抓我啊哦。可这次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特别，就是你刚刚特别提到了说，媒体居然还写是检方去衡量他的身心状况。在这之前我们讨论柯文哲的时候，他身体看起来也还不错，还说伙食很适应，还变胖了，头发都变黑了啊！我不能拿我自己做例子，这种事情不要进去啊。就是说，大家突然觉得他的身心状况应该不是太差，而且在不久前也不过就讲说柯文哲还露出神秘的微笑，那一抹微笑到底在示意什么？还有一个啊。当时柯文哲被羁押的时候，大家不是在讲说柯文哲是不是会提起这个抗告？他放弃。律师当时怎么帮柯文哲写这个声明的？柯文哲接下来会全力的配合。对，突然来了一个说我身心状况，那我认为啦，检方大概有评估过哦，但因为通常不会讲说我去看他的身心状况这件事情，检方就放弃了。那是不是检方也认为柯文哲现在身心状况不 OK，还是怎样？我不知道，因为他特别写了这一个，因为以前也没发生过说这个我不去啊，然后检方还跟你讲说，可是因为他后来传了李文忠嘛，今天更有趣了，今天的新闻虽然台风假，检方看起来还是继续在办案嘛，他传出来讲说没关系，你不来，那我去。换我去这样子啊，对，那所以现在看起来柯文哲在这个地方里面，当然我讲说金华城这个案子，第一个民间的部分就是沈庆金，官方的部分就是柯文哲。那沈庆金的这一块有一个叫李文忠的，现在讲说他有认罪，但我必须讲他认罪的东西到底规模有多大？现在看起来有认的一个叫做把那个什么30万，然后找了人头，会到民众党那边去做这个所谓的真现金，但没有对价，到目前为止没有对价啊，那没有对价，那但是又讲说犯行啊，武哥那一天还在解释说文解释犯行这两个的意义啊，就是你真的有做了法律不容许的行为嘛啊，那问题就是他有没有办法跟柯文哲的这一块再作为连结哦，所以柯文哲这一次不去应讯，不愿意去啊，我觉得对检方来讲，第一个，我今天找你来，你真的坚不配合，检方也不能把他屈打成招了啊，那顶多就是你到最后要起诉的书的时候，我就罗列了所有我能够勾稽的状况，但最后就补了一句，但被告柯文哲始终不愿意这个承认啊，或者这个然后这建议求处，要么就求处重刑啊，不然就求处什么刑啊。所以柯文哲到目前为止，他整体的状况到底是因为这个礼拜的最大的突破点，其实来自于刚刚讲的李文忠，还有几个这个所谓的被告说坦诚也有这个帮忙这个钱的流向。对柯文哲来讲，第一个是不是他担心说，那我如果去的时候我没办法回答，所以我干脆就不去。但我就觉得说媒体有报道写说柯文哲这样子很厉害，打乱检方侦办的步骤节奏。我不知道会不会真的这么的影响了哈，因为对检方来讲，老实讲，可能真的破天荒第一次遇到有人不来的，但不来到检方就是怎么办？糟糕，他不来，完蛋了，我们没办法。我觉得也不要太小看检方啦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柯文哲的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接下来就会回到是，那你不来，那我去嘛，那我侦讯还是会做哦。
只是我觉得就到目前为止，检方其实我不认为媒体披露的是真正在这个整个案件里面最重要的关键。为什么？民间的这个部分，现在李文有人承认，可是官方这一段没有人动啊，没有人承认啊。对柯文哲来讲，又没有人来讲说这个是我叫他下令，我下令叫他这样做，所以你没有办法连接这个对价。就民间这个部分，朱雅虎，照裁定书来看，他坦诚申请书的犯行是，然后有一些微金集团的一些的高层。然后在过程当中，是不是有政治现金30万那块？是有这2部分。但是相对北市府的这一块，没有。到目前为止，到目前没有。对，你说彭正川还只是讲说那个案子在办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市长交办的，或者什么？我承认这个跟我说有没有收贿的问题，有没有什么的，那天差地别。这个是没错，这个所以这2边确实没有大差，差很远嘛。所以这2块其实老实讲，它勾不起来。好，所以我刚刚为什么强调就是说。检方其实在这一次里面，媒体有报道的，真的是这个最重要的那个 key point 吗？还是其实检方现在手上抓的东西是没有暴露出来的？因为你这一块没有办法像武哥刚刚那样讲连接起来之后，你要怎么去定柯文哲的罪？还是其实检方现在手上抓的东西是没有暴露出来的，因为你这一块没有办法像武哥刚刚那样讲连接起来之后，你要怎么去定柯文哲的罪？但是回来看沈庆金这一块沈庆金的操作的，对不起，我不能讲操作，因为他身体看起来有不好啦就是说，但是他刑诉在大家面前的跟柯文哲刑诉出来是不一样的，完全截然不同。你看最早的时候看到沈庆金，他每一次他都你要提醒我就去，但是呢状况越来越差，开始有坐轮椅的，脸色憔悴的，然后开始盖毯子的，开始干嘛？还有挂尿袋的，但他一定要让你拍到，为什么？你光看了他现在的律师不是一直在强调吗？就我需要能够拒保嘛，好，我能够拒保，然后到保外去就医，可是这个很怪。检方愿意给柯文哲一个空间，你身心状况我考虑完了之后，好吧，你今天不用来，但我明天告诉你我去。但是在这一块里面，沈庆金没有得到这样检方只有说 OK， 我让你去医院看病，但是对于律师一直不断的强调说，我希望能够申请拒保的这件事情，检方没有松口，他一直在反正凸显就是你这个病我知道，我让你看医生，但不代表你不能够在现在的寓所管理里面不能医治的范围里面。好，那你看沈庆金之前还曾经有这个医界的人士说，我看他那个状况很有可能是什么脑还是什么的，然后引发他有这个什么这种病症，看起来很严重。但检方在这个部分没有采信，让他能够出，这个也会有社会压力啊。大家会觉得说，我天哪，一破病破更加严重啊，个抽搐已经讲到说全身都抽搐这样。突然有个新闻跑出来说，你们在外面看到他抽搐，但是他离开了那个位置之后，在里面，吃饭也正常，生活也正常，还可以跟狱友聊天。狱友还被换掉，狱友还是什么具有什么具有诈欺犯，不是具有涉嫌洗钱过程的一位大律师啊，不是这个大律师他的专长是什么？他的专长还是虚拟货币你突然想到柯文哲好像有一个律师也是虚拟货币的专长啊，检方好像有个检察官也是虚拟货币的专长啊，那到底沈庆金是有生病还是没生病？所以我会讲，就是说现在两方呈现出来其实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我觉得柯文哲现在保持的态度就是，好，我现在我都不讲，我都不碰，我等你检方出招来，你告诉我，你最有本事你起诉我啊，你起诉我，看你手上有什么东西。因为检察官在这几次里面又很特别，我限定你阅卷，以前我又要问大律师检方通常这样搞的时候，为什么这样干？我这什么都不让你看，你有本事你看啊，但我不让你记得起来就对，你有本事你给我背，你想想看那个厚一大叠，那个资料有多少？律师哇厉害嘞，然后全部要背，所以检方在这一段时间这个招式会不会也是柯文哲现在他跟他律师，他一定有律见嘛？律师会不会跟他讨论？那如果是这样，我连检方手上有多少证据，老实讲我也都不知道，进度一直在跑，那干脆这样大家等到起诉的时候。一起来拼，好，你今天检方你起诉的时候，所有东西你要摊开来给我看啦，到时候我们在那个时候来作为决战的一个场合。OK，其实大斗法是不是从最早8月30号那天就开始？那天开始，任俊刚前面提到，还记得柯文哲主席从家里面被带出来那个时候，
那他要发表讲话，然后呢，检方基本上叫他赶快上车，他不愿意，他就讲除非你抓我。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对一般观众来讲不知道，其实那一句话里面蕴含了万千的含义。要不你就让我讲，要不你就抓我，抓我开始24小时，检警共用，从那时候开始算。要不然的话，对我是配合侦办，我是自己愿意上去，看你要选哪一个。好。检方也有回应的一些的方式，让你讲到够了，差不多好上去。那时候开始，一直到晚上的时候，突然出现阿贝要回家，然后那检方也说阿贝你要回家，没有人要回家的啦。夜间侦讯跟要不要回家是两回事，好不好？你可以拒绝夜间侦讯，在这休息等明天。所以检方被迫，那应该算是被迫了。我当庭逮捕，上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而这个大斗法是不是一路到现在，检方这么积极的过程当中，第5次。提讯的时候，柯文哲直接跟你说：“我不玩了，好不好？我不要去，可以了吧？”那你不知道那个身心状况是检方帮你想的一个下台阶，还是狱方讲的，还是怎么样，还是所方讲的，你不知道。但这整个会造成后续什么一些结果？好，目前看起来，那反正择日再讯嘛。任局长讲最新的讯息是：你不来提讯，你不来，我就讯，可以了吧？检察官我自己去问。但是问你觉得柯文哲会讲吗？某种程度。现在算不算在行使实质上的缄默权的一环？我都不愿意去了，你来，你觉得我会讲什么吗？你问你的、啊，问到时间够了，该吃饭的时间我就该吃饭了，好不好？那你该走的时间你就该走了。柯文哲会真的，就算检方就讯，他会直接讲一些回应一些内容，还是行使实际的缄默权？那当然有很多人不同的一些的分析啊，有人是说。柯文哲是出招打乱检方的节奏，这样说，反正我也不清楚你现在到底搞到什么一个状况，我就干脆先不去，后面静观其变。可是检方的步骤，检方很简单嘛，我就照办嘛，那就是你不回答这些东西，反正我传你来，我也知道你的答案，你的答案一定说没有啊，这根本就不是我啊，或这个东西跟我没有关系啊，就是这样。那我传你过来，只是要构成所有完整的一个应讯的内容。那当然有人在分析说，检方为什么刚刚讲。我提讯你不来，我为什么要就算台风我也要去就训？因为某种程度是告诉所有的社会大众，我是很积极在办这个案子，我没有要拖这个案子，好不好？我提讯了这些人问完的证词，譬如说，那几个人头，然后那30万连问完，我再问相关的一些现在已经被羁押的被告，我很积极在办，我没有拖，好不好？那如果万一到了2个月呢？万一到了2个月，我觉得我还要再继续要压着办呢，那怎么办？那这时候我是不是可以说服大家说，我过程很积极，我没有把人压了就摆在那儿，或压人举供，我就是中间一直在办，这些会不会去创造检方在未来要严压？各位，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800次了，如果你是那个检察官，2个月以后你要严再压柯文哲，你告诉我你压力大不大？大家都知道压力很大吧？它不是法律的问题而已啊，它包括社会的问题。当柯文哲说不应讯的时候，他不要去应讯，你觉得所有的小草会怎么想？阿贝在里面被你们搞成这样，你觉得这会不会构成另外一种？柯文哲在第1天要被带走的时候，还记得吗？他就告诉你们真的要这样搞吗？会不会今天晚上就会发生政治风暴？会不会？好，所有这些，也许吧。检方本来不应该考虑政治，但这个节骨眼上，是不是引起尽量避免社会纷扰吧？如果这一切这个过程当中，检方继续往下办吧。刚才讲沈近清，我没有让你去拒保，然后就医，为什么？我某种让你去看医生，可是还是在我在羁押的范围里头，我随时还是可以调。柯文哲当然目前也是这样，但将军，现在案子已经办到这个样了，那办到这样，有很多你看媒体上，当然要去想，检方也要想，他总要找出一个理由，沈近清跟柯文哲2个人为什么会一拍即合，然后2个人是各自有需求吗？是这个样吗？媒体上讲的这么再多，检方那就一定要拿出一个让大家信服的理由啊。这当然哈。柯文哲跟沈庆京之间，虽然说可能是应小薇介绍认识的，认识归认识嘛，是吃一餐饭就会有不轨的企图，不会，一定是在吃饭之前，我要的东西你有，你要的东西我有，这一定要这样子嘛。那这个牵线人一定很清楚，我知道现在沈庆京老板，你可能手上资金很紧，你要把这块地发挥它最大的效用，让它能够产生最大的利益。然后呢，我也知道某个人他现在手上很缺资金，他要创党。那你想想看，一个想要资金创党，一个想用土地发挥最大的效应来筹补他资金的不足，这2个人不是一撞即合，而且又这么刚好，沈庆京的金华城能够核定他，让他获得他想要容积率的人叫柯文哲，而柯文哲想要的创党基金
看来沈庆京可以满足他。这2个人是共生呢，那就差一件事，差一个中间人，而且呢还要找到安全，不被人家移花接木，或是不被人家这个瓜田李下把你做文章的一个非常漂亮的连接场合。那从2017年到2019年，这2件事就开始进行了。所以很多人讲说，柯文哲是不是去过某个会馆啊？对，他没有否认哦。柯文哲2022年会馆，对88会馆，至少去2次。柯文哲有没有否认？他没有否认。在2022年11月17号，人家问他，他当然在2022年的11月17以前就去了，后来被人家爆出来，大概是在2019年左右去的。那大家想想看，2019年柯文哲在做什么？准备筹措民众党的成立。那么2019年这段时间，沈庆京要压到最后的时间，能够让他金华城的土地从392到560，最后能够到达840，这是关键期。这2个人2度从大安一直谈到新店，他们2个见面的次数不少那他们见面的次数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谈公益吗？难道是为了要造福台北市吗？难道是为了什么2个男人之间不能说的事？柯文哲就记者问他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这个地方很多人都去过了，郑文灿也去过了，蔡壁如也去过了，这个民众党的前主席卓荣泰什么都去过，国民党林维洲也去过，蓝绿白的大咖都去过。那请我去吃饭，什么了不起？各位，你又不是不知道，柯文哲吃饭又快又无聊，所以吃完以后我什么都不知道。这很重要哦，关键字我什么都不知道。有谁问你知道什么啦？你不就去吃饭而已吗？而且你带了你的当时的彭副市长一起去，为什么带他去？而且为什么要说我吃饭超级快，吃完以后什么都不知道？有人问你们干什么了吗？有人问你们谈什么了吗？你就自己不打自招，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出现之后，大家可以回溯一件事：这个会馆谁的？林炳文的。大家记不记得前几天我们丢出一张澳门的那个借钱的本票，上面写沈庆京夸胡林炳文20亿，这是不是因为沈庆京、林炳文连接到柯文哲？这3个叫关键，因为沈庆京说：“我虽然欠你钱，我要还你钱没问题，我有一块地，你这块地没有值那么有钱啊。”他如果变成840%容积率嘞，有搞头，那有搞头要谁来作证？要柯文哲来协助认证，他才会涨价，他才能获得利益。那这个时候呢，你想想看，从2020年的3月便当会开始，便当会应小薇召集便当会是为了什么？3个字：容积率。而这个容积率是谁去推的？是沈庆京找了朱雅虎，然后请应小薇出来推。他里面还写着他的赖还写着说，市长我跟他见过面了，他说这件事情非议做你不可。应小薇有没有关系？连接上了，而且呢找到了汇款的金流。那再来就是柯文哲带着彭正生副市长进入了88会馆，谈了什么？绝对不是谈吃饭的事，也不是去品头论足菜好不好，当然是去谈重要的容积率。然后再重要的一点就是，柯文哲居然没有否认呢。再重要的一点就是，柯文哲居然没有否认呢。柯文哲2019年去吃饭，2022年被问，按照他的个性，他可以不用理啊，他没有否认哦，他就直接说：“哎呀，请我去很无聊，5分钟就吃完，我什么都没有讲。”什么都没有讲代表什么？代表你知道人家想问什么。什么都没有讲代表什么？代表你知道你心中的企图可能会被人家知道。所以我先否认说5分钟就出来，那我吃了几分钟，待了多久，有谁知道？只有柯文哲知道。可是这些事情如果抽丝剥茧，慢慢让微金的7个人，这7个人是只有这7个人吗？我相信不止，因为反正现在后面应该还在查，还在陆续的在谈，陆续在约，太多笔了。重点是找到了途径了。OK， 大家一直说柯文哲图利图利又怎么样啊？我有收贿吗？收贿一直抓不到，现在找到途径了。你是不是透过微金小省的这些员工，不管是捐给民众党，不管是未来捐给你2022选县市长的这些你的同志，这就是一个途径呢？这就是一个途径。如果政治现金纯粹是我欣赏你的政治倾向，
我欣赏你的做事态度，我捐献给你，只要符合政治献金法都可以捐。可是如果有对价关系呢？如果是因为在2019年已经谈好了，然后在你成立政党的时候我捐给你，如果是在这个容积率里面谈好了，我成立政党，我获得之后，我给你的特定候选人当政治献金，这就不是政治献金法哦，这是图利，这是行贿的一种。如果现在看起来的话，这整个过程当中，你说检方是不是对于图利那部分那是比较有把握一点？最起码在黄国昌总召的口中，他觉得检方反正一定会起诉柯文哲。那是不是要用图利罪起诉？可是就当包括黄国昌他们都讲说，检方是不是现在就一直在死胡同里面绕的感觉？但是检方突然之间，好，包括微金集团几位高层，包括有政治献金的那个30万那个过来，算不算是在有没有行贿收贿之间找到了一个破口？朱雅虎他所坦诚的犯行，算不算另外一个破口？可是这个破口要怎么样再去做其他相关市府官员一些的连结？好，现在看起来还在往下走。可是这整个往下走，那个脉络再摸下看，明凤，2020年3月，很多事都发生在那个时候，那时候发生了超多事。对，就是2020年3月有便当会开始嘛，然后呢，最近出来了，就是这个所谓的那时候也是去88会馆嘛，然后最近呢，就是朱雅虎的这个所谓这个7个人的30万政治现金的这部分，对，也是发生在3月到26，对，然后还有陈佩琪的存款密集的 ATM。也是在那10次也是在3月份。对，所以2020的3月份到底是什么样的月啊？怎么会发生这么多事情啊？那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引人非常大的一个疑窦嘛，因为你便当从这个案子重启，2020年的3月的便当会3月10号便当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时间点嘛。那所以说，那你重启便当会之后，你陆陆续续的就很快的17号、18号开始就有动作了，开始有下条子还是什么东西的，所以大家就怀疑说，你这个朱雅虎也是公称说你就是在3月汇这个款，然后大家就讲说你这个干嘛是不是对于这件事的酬谢或什么东西的？那所以当然我们不能把政治现金跟所谓的收贿直接做联系，但是时间上面有非常多的巧合嘛。那你太太又好死不死，那你平常也都是转账啊，你不会设定转账吗？20秒就转一笔大的啊！可是你这次呢，就突然有100多万去临柜，去那个 ATM 去存，那大家又很奇怪，是什么钱不能临柜或是不能转账钱存的？这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嘛？那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就是说，朱雅虎到底讲了多少？因为他讲的现在有7个人，包括他自己还有1个人是没有承认的，就是6个人承认，包括他自己有承认，那个人是死都不承认，说他是这个什么，他不是收贿，他是完全是支持民众党的。但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一部分，可是同时间被收押禁见人还有李文忠啊，然后朱雅虎。对李文忠，如果说朱雅虎没有讲到李文忠的部分，李文忠应该就像上次一样嘛，就是背信而已啊。那可是问题是这一次李文忠有收贿了，所以朱雅虎里面的后半段是不是全部招了？还是说还是他只有讲一半？还是全部招了，后面没有露出来？然后所以说，那你后半部，如果你扯到李文忠的部分的时候，才是关键嘛。虽然李文忠全盘否认。对，全盘否认。但是如果朱雅虎有讲到跟李文忠的部分的时候，因为我们高度怀疑是有，所以李文忠才会在这一次的里面以被收贿罪收押禁见嘛，不是只有背信而已。背信可能就是从木可掏空多少钱去给柯文哲这样而已的事情啦，也不是说而已啦，就是这样的事情啦。那但是你是收贿的话，他就是有从朱雅虎这边配合起来，所以连续他就是要，那你李文忠收的钱。往往会到哪里去？流向，当然就是会到他的同学去嘛。那所以说，这个第2天就开始提讯这个所谓的柯文哲，可是柯文哲身心不适，身心不适也不晓得是怎么样，是发疯了还是怎样，也是不能讲话或怎样。或是雅斯伯格症发作了，所以就不适合。那我们这里要学民众党抗议啊，司法不公嘛，对不对？为什么别人都不行？对，为什么柯文哲有这种特权呢？对不对？那个像那个沈清基，至少他会演的要去住院啊，柯文哲演都不用演，那你检察官就体恤柯文哲，就可以不用提讯啊。
这不是用拖就可以拖去了吗？哪有人家被告是可以不用意思？人士，就因为你知道，就是很多法界人士，有人就是讲说，法界人士有讲说，要避免一些政治的动荡。你想想看，如果真的把柯文哲用强行的方式架上囚车，下囚车到进检察那个侦查庭以前，那段是拍得到的。那如果要拍，你像刚让所有的小草看到，如果那画面是那样的话，会不会？那怎样？那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吗？那我们就要学民众党一样啊，司法不公啊，司法不是一视同仁吗？我管你，对不对？这就是民众党的荒谬之处嘛。然后呢，检察官好就体恤你，可是他下午就马上提李文忠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你的关键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到底朱雅虎招的东西内容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觉得7个人是最不重要的东西，是重要的是李文忠的部分，你到底招了哪部分？他是你给李文忠有收贿的话，那你收贿多少钱？李文忠是不是有转交给柯文哲？这个部分才是我告诉你啊，一个图利200亿的这个图利的这个罪名啊，图利的金额。那你只给210万，你像话吗？当然，《镜周刊》后来有说，2022年的同样的手法也是转了有超过1500万。那跟那个 USB 的1500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他是说同样，他会继续追查2024是不是有同样，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那个9999那一笔嘛。那所以说像这样一个情况，如果我图利你200亿，然后我只收你210万。那你柯文哲是谁喊的呀？对不对？你连这个所谓的应小薇的1/20都没有啊。然后赵少康昨天还在这个节目上，赵少康讲的你们不要来找我麻烦。赵少康讲说，至少是这个所谓应小薇的10倍才够嘛。他说如果要是有收贿的事情的话，要么就是全部拿，要么不拿，要么拿的话就是应小薇的10倍。应小薇拿多少？4000多万。那他10倍的话是多少？4亿多啊，对不对？那是赵少康讲的，你们这些不用再讲后面。所以说，那你看过去的林义士，他拿了6300万，6300万价值多少？然后昨天又有人举扁案，什么南港的案子76亿获利，他拿多少？3亿。那你现在图利200亿，那你拿210万，你是笑死人呐！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这整个案子如果一路往下办的话，那接下来呢？因为你看，包括柯文哲是否否认，那朱雅虎到底他坦诚了哪一部分？因为那裁定书只讲说，对于检方申请羁押人申请书里面，他坦诚犯行，但你不知道是哪一部分或指涉到谁。可是这所有的过程，你随着时间一路往下，包括2020 3月。这如果会看星象的人，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什么水星逆行还是什么？因为那个月怎么会发生这么多的一些事情？而这么多一些事，如果像整个这样串起来的话，人之某种程度你可以串出来一个，因为这几年大家又在讲，包括政治现金那一块，7个人各30万的政治现金，那如果照媒体报道，是有人承认他就是人头嘛？如果那样来看，所以如果那样来看的话，这些，然后黄明又去爬书。我跟你讲，资深媒体人就是这个样，他就会找出很多东西。柯文哲就民众党有一个那个捐款的募款那个责任额，时间也是在3月，他只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太巧合了一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今年3月的时候，大概3月27号，那时候黄国昌呢开了一个直播，就是说呢，他是不分区的立委，对，他们的责任额是120万，他讲说，如果他没有募到这120万，他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因为他会被开除党籍，所以请小草们200、500都可以。后来他一天就募到120万，所以还造成了民众党的募款的账号宕机。那时候柯文哲还 po IG， 如果这样的话，那去88会馆干嘛？大家都知道88会馆是在干嘛的嘛？对，吃饭嘛，吃饭之外还有洗东西啊。所以大家都知道说，民众党他把他们的每个公职人员的募款的期限是定在3月底，其实看黄国昌就知道了。那每个党都有啦。我们党的话，你只要在今年内完成你的募款额度就可以。多少钱？像议员是10万，立委是30万。对，只要今年完成，没有定一个说3月要完成啊，跟缴税一样没有了啊。那他们有一个3月底嘛，所以黄安明才会质疑说，那因为金华城那7个员工，他们捐给民众党的时间都在3月24号到3月26号，非常的密集。对不对？这也怪怪的嘛，因为理论上如果说你是要
捐款的话，你不会分散一点哦，你不会大家分个10天，你干嘛那么急的一定要在那3天处理？所以会不会这210万实际上就是柯文哲要的募款额度？而且那个时候民众党的规定，直辖市市长的募款额度是150万。所以会不会这210万实际上就是柯文哲要的募款额度？而且那个时候民众党的规定，直辖市市长的募款额度是150万。那他210，那多个60，也许他又帮谁募了一下嘛？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啦哈。不过我还是觉得说这到目前为止这个东西还是没有一刀毙命，还是没有一刀毙命，因为。这当然，我觉得要一刀毙命，必须是说，刚刚比如米龙姐讲的剧情是这样哈，就是他们跑到88会馆去，然后柯文哲跟那个沈庆兴他们讲说，现在呢要从392到560这一段呢，我看哦这个好像还是有点困难呐因为我们的民众党要壮大啊，然后就暗示一下民众党要壮大，如果民众党能够壮大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吸纳更多的人才呢，让你想办法让你392变成560。如果他要讲这一番话，然后小沈说：“哦，原来是有这个方式，是不是？好的，没问题，我来处理。”然后接下来就找了7个员工，一人给30万，然后就200亿。如果是这样，就很明显的有对价关系。但如果没有，就是说他仅仅是可能柯文哲就依法办理，他觉得本来就应该392到560。然后呢，小沈那边又觉得。哇，柯文哲是一个人才耶！你看他这么的秉公处理，以前郝龙斌都没有这样子，他真的很棒。我真的很希望民众党好好发展，所以呢，自己自愿呢捐200亿。如果是这样，就没有对价关系嘛？那原著我们再换一下，这2天你看那个媒体上面的报道，如果你以周刊上面报道，它是用所谓的2阶段，你觉得这个2阶段会不会构成？因为它2阶段的意思就是，反正这边就是那个政治现金是不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进了？政治现金一定是进了，包括靳总啦这些嘛，好，或者是党部这些，然后政治现金到这些地方，然后这些地方以后，后来不是像民众之声有很多那个他的斗内钱是到木可，或是民众党是不是他们的政治现金跟木可之间也会有一些的关系？然后到了木可是不是有450万到了柯文哲？柯文哲不是后来第一时间讲说他都不知道为什么有450万，那是李文忠不知道莫名其妙就把450万灌在里面，那是授权金嘛？然后他就讲说他要把它捐给公益，还记不记得？媒体上刻意用所谓的2阶段，意思就是说先拿这边信了。不管是党部啦，或是靳总啦这些，然后再经过木可，再到这一块，你觉得这个会不会构成所谓的金流的问题？对，如果如果说柯文哲开那个口嘛，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讨论这个其实是。第一阶段建华城容积的增加，因为建华城容积392到560，对，39它有2阶段增加嘛。第一阶段是392到560，第二阶段是560、840。那前一段时间大家都是质疑的，都是560到840这边，就是其中的20%的容积奖励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不是都更，你怎么那么好心给他20%，让他增加200亿的利润嘛？我们之前讨论都是560到840，可是现在大家抓到这个金流，就是7个人总共捐了210万，其实发生在392到560这个时候，所以392到560到底是不是柯文哲违背职务跟人家索贿，然后人家透过民众党就汇给民众党，然后民众党最后可能又用什么方式分给了柯文哲？我觉得这个当然要去追查，但我只能讲说以目前的证据，我觉得还并没有到一刀毙。原志刚刚讲这段，明凤有没有？你到现在也没有一刀毙命的东西啊？是啊，对所有这些来讲，因为小草也是这样讲，甚或有人觉得接跟讲，有证据起诉，没有证据放人。对啊，就是210就是构不成这个所谓的对价关系嘛。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即使《镜周刊》写的2022年的1500万元也是也是构不成嘛。就是说我可能就是我政治现金，我那210万分7个人，那1500万要50个人嘛。那今年就更庞大啦，对不对？更可能几千人要去捐那个钱啊。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欠缺一个连结嘛。所以我说最重要的就是朱雅虎到底有没有讲李文忠收了多少钱这一块，就是才要抓住嘛。他就跟你讲，那就算朱雅虎，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在里面到底讲什么，就像他说跟李文忠之间有这样，那小草一定会跟你讲，那跟柯文哲有什么关系？那你就看就朱雅虎跟李文忠啊。就李文忠，那你就看李文忠跟柯文哲有什么关系嘛？或是李文忠真的 A 了他的钱嘛？对不对？或者是李文忠我全部收了，柯文哲都没收，我 A 了你的钱，对不起同学，你错看我了，对了。
OK， 这些当然是有没有会构成这个样，检方要去突破这些。但你去看所有到目前为止，但后知平常讲侦查不公开，所以大家现在看到很多东西都是周刊报道，这个报道那个报道，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验证的，譬如赖香伶讲说那个 USB 里面有2个名字，一个是高虹安，一个是赖香伶。第一个你没有听到高虹安，到目前为止好像高虹安没有对这个有什么回应，但赖香伶有，他直接发了3点声明。就告诉你，他一切都合法，他没有，而且那是党部有给他选举的时候有给他110万的补助款啊，还是什么什么这些。但是这个大家就回头讲说，某种程度他算是间接证实 USB 里面或周刊里面讲的有一些，我没有办法从这个去推论全部啦，但最起码这一部分表示好像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因为赖香伶是算是有政治洁癖的人，他一向过去的不管他社会运动的专注，或者说他原本在做立委的时候，其实口碑也不差。所以他会出来回应不意外。高虹安当然就说，当然最好是大家都不要记得我嘛，他还在官司里面。那我觉得他那赖香伶今天讲的就是说，其实那个部分就说他今天选举，民众党会捐钱给他。这东西其实是正常的，很多政党都会这个样。但只是说现在状况是说，你觉得你选举的时候，国民党捐钱给你？主理人会有一个账吗？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吧？对不对？那反正那个第一个就是说，他第一个证实就是说周刊的，那不是应该讲说周刊对于那 USB 内容的报道有一部分看起来是。或者是你刚刚讲的意思怎么讲？如果要是政党有补助每一个候选人，那就应该是政党。他的一个公开的账啊，或者什么的，那个就是正常的、正式的要补助或者什么，政党补助算正常嘛，对不对？有的都会这样。你是说，如果是那样，就应该是在那，不会搞在 USB 里面去选这个。就一般党主席不会，民党还是要党主席不会在 USB 里面。就从党中央，他会直接汇款汇到你的政治现金专户。像之前我有拿过大概1000多块啊。什么？1000多块，1000多块一个布子，然后讲到民进党中央党部1000多，想说这是。这都公开账可以看得到，不会摆在。你那时候一定会署名，就是谁会给你的。第一个就是说，感觉柯文哲参与的应该有点细啦。第二个就是说。那证实就是说你的东西是那个周刊对于那个 USB 里面的确是说，但是因为这部分是出账，所以你跟他有没有收钱那个当然那两个事，习惯很奇怪就对了。对，就是说他也管得太细，他是精明干练、巨细靡遗啊。一般可能就是我们行管会嘛，在处理这些事，对吧？就这样，一般都很正常嘛。而且应该是统一的跟你讲说，每个人都一样嘛，对啊，或者说特殊选区它会有一个特殊的。李文忠会敢 A 他钱吗？算那么清楚？对，然后所以我觉得他那个真的是，就说感觉他这个管得很细。但是再一个就是说，当然这笔钱跟他另外的就是来源无关了。现在的状况就看起来就柯文哲讲的，现在的状况就是说一堆东西看起来每件都怪怪的，刷狗，问题是你没有一个网子或者没一条线可以把它拼起来，或者把它串起来。但是你看起来很多地方看起来都跟其他政党不一样，或者都跟其他正常的状况不一样。比如说那个七个30万的的捐款，你其实你不太能够说它对价，但是那样的状况你就是看起来有异常。那是不是说这样就一定有违法？其实没有，这个是违法，因为政治献金法，观众朋友你回去翻政治献金法第6条，政治献金法第14条，第6条是讲说任何人不能用他的权势去，意思就是说你不能用你的权势或是因为雇佣关系去影响别人或是妨碍别人去捐献。14条的意思说任何人不能以其他人的名义去捐赠。对，这个我可以明白的讲，这是违法，这一定违法。我的意思是说。像民众党的回应说，为什么合法政治献金变成贪污？我没有办法把它牵连到贪污，但是不要说它是合法政治献金，最起码有人承认那是人头的这一块，在我们的政治献金法，而且有罚则，违反法律规定，你就不能说这是合法政治献金。如果你要回应的话，你说荣获那个政治献金的过程有瑕疵，但是它不是个贪污，这我可以接受 ，OK？ 但是你不要，因为我是法律人。不要说它是合法政治献金，最起码被查到的这几个承认是人头的，在政治献金法有明文规定不可以这样，而且有罚则，所以
他就不是合法政治献金。他的六法全书就跟我们不一样，你为什么要跟他计较？不是，他是我是在跟观众朋友讲啊，我是要你处观众朋友。你即便有这个，其实也跟对，还是跟来源那个没有关系。不是，就跟他收钱的无关，对，别人捐的违法捐的，他也可以跟你讲说这东西跟我没有关系，但是看起来就怪怪的嘛，就正常没有人会这样子，会就是说你如果这是合法的捐钱，没有人会这样去做。但是说你说这有什么重罪？因为你抓不到对价，甚至你甚至这件事情还勾不到金华城身上，罚款而已啊。那你所以你就对他来讲，我觉得，但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东西？那最后问题是说你减掉最后能不能拼得出来？如果拼得出来就那个嘛，不然我们就现在看到就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枪毙命的。当阿贝跟你讲说我不要去应讯，你觉得这是个高招吗？我现在讲的尤其偏向所谓的政治氛围或是舆论啊，所有的，因为这在法律上面我很清楚啊，它某种程度来讲的话，这类似行使实际缄默权的。那问题是你要行使多久？就每一次检方去要提你都不去，那你都不去，检方也无所谓啊，我就照我的办到最后一庭的时候，再传你要来一次，然后就大概就告诉你我所有办的一些内容，决定起诉不起诉。可是，在政治上面或所有的舆论氛围，你觉得这是个高招吗？我先讲，我觉得检方当天不同意他不去，就是很怪的事情了。没有，那司法不公，你看，你检方是在心虚什么？为什么他不来？为什么他不来就你就可以不来？表示那你是在表示你前面有任何问题吗？还是其他任何问题？那我必须要讲啊，北的问题是说。你现在到底只是任性还是策略？那我必须要讲啊，北的问题是说，你现在到底只是任性还是策略？你觉得他是任性吗？不太确定啊。到目前因为看不出来。你说是策略不适合。不是你如果是策略，那你可能就要后面有一整套。可是我将来都是我就是对抗司法不公。你看检调对我就是不公。那你只有不去应讯可能还不够啊。比如说你要不要有其他的抗议啊？反正你在鼓励他绝食吗？我诸如此类的嘛。那你就是你的策略可以很多种，那当然是其中一种。那是民进党以前最常玩的嘛，对不对？司法不公我就绝食嘛，对不对？那你今天来讲，阿北，你今天在这个来讲，你说是策略。你后面就有一套告诉大家说，因为我受到司法迫害，因为不公，所以我如何执行时间默权这件事，在这个强度上面来讲，一定是不够的，一定是不够的。那你如果只是任性的话，我觉得就真的没有必要，因为其实昨天那个讯息对他来讲，单独一个讯息就昨天那个讯息来讲，对他来讲不是正面的，因为觉得说你为什么会突然。出这个，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应讯。对，你为什么可以突然说我不要去应讯？那你不要去应讯，背后又只有单独这样一个讯息，那显然是不够的。就说，所以他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他要想清楚，说如果他只是一时的任性，或者说如果只有行使缄默权来讲的话，我觉得对他来讲不会是有利，因为其实你回头过去看这段时间，检调虽然出来这么多讯息，没有什么东西是柯文哲说，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侦讯的时候柯文哲承认了什么东西，然后出来的东西对你不利。其实这件事上没有，所以你讲不讲，在外面的媒体传播上面来讲，对他的影响其实并没有很大。那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后，对你的处境来讲也没有明显的好坏。所以他在做这个的时候，我就有点看不懂啊。若方，因为议会议员跟柯文哲，那我们在边讲说定期会有便当会，虽然不会像那个应晓薇那个便当会这么多次，那但是会有定期的一些便当会，包括在议会的时候，有时候质询的过程也会碰到。那当阿贝本来那个抗告不抗告，说那个发了声明是讲会全力的配合，可是当出了这一招以后，以你认识的阿贝，你会看到这个新闻会觉得意外吗？我觉得，但因为我们真的也看不懂他到底在干嘛，因为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刚刚那个五哥刚刚有讲的，他说穷尽一切调查义务，本人议会尽力配合调查，但他昨天这样子就是我不去啊，我就是不去啊，对，那这样子让我们看起来就是第一个啊，我们看起来就是朱雅虎他讲了哪些？他讲这他现在已经承认了，但他承认到什么样的地步？就是譬如说钱谁给他，他钱给了谁，这一块其实我们都还没有消息，不知道。
然后再来李文忠，李文忠他现在是拒绝嘛？那后面会不会李文忠？因为后面警方如果检调，大家再问他，就说，其实谁谁谁已经讲了什么，他后面会不会再讲？所以我个人会觉得啦，柯文哲他很喜欢，有时候他会喜欢把别人当作不够聪明，然后他自己最聪明，所以他常常会有时候会瞧不起别人的决策，包含他在议事的殿堂上面，其实你看很多质询上面，他常常会语出就是你这议员讲的东西你懂吗？你懂什么？你是专业吗？他常常都是这样子。那当然，我觉得柯文哲昨天不去，可能是第一个他还不晓得整个的状况，就是朱雅虎他到底讲了哪些，他去应讯的时候。他不知道要回答什么，或者是难道他就要讲一切我都不知道，我都不晓得的一个状况。然后第二个再来就是这个对他来讲会不会不是这么有利？我觉得就整个看起来，其实外界的氛围啦，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像敏凤觉得说司法不公对其他人都没有，但对柯文哲来讲，有些人看起来就是柯文哲对他很礼遇。真的有些在我们地方上有些人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检察官为什么对柯文哲有加贺，对别人就没加贺？有些人会觉得说给柯文哲一定的礼遇了，可是但在最后，我觉得是不是会让检调有一个理由，就是讲说，因为你都不积极配合，但是我很积极，因为他们检调还是去到现场嘛，去找他，但是我很积极，但是你不配合，所以后面导致可能有些案件的延续，或者是说有些 delay 的话。所以我逼了你，就是我还要继续在2个月到啦，但是因为你不配合，所以我们就还要继续再延押，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对啊。不过现在这整件事情，任俊，我讲，如果金华城，因为台北市议会本来对金华城就在关注，但是会把这整件事情变成这么大的一个大风暴吧？你在中间过程还记得吗？是从那个时候那几笔账 ，OK。从那几笔账，大家找出来，因为包括那时候代导，然后讲说他明明公司没有收到那些钱，为什么这样？是从那时候大家开始一路爬出所有这些所以现在包括不可，跟民众之声之间的那个斗内的钱，是前面那时候大家在讲说他们有一些钱就是流向，为什么都怪？所以逼着他们，我觉得是被迫他们出来不是开了记者会，查账记者会。然后查完以后，大家还是不知道那个账到底查成什么样。现在看起来好，又回到另外一个民众之声跟徐府不是讲民众之声的那个抖内的事情，你觉得他整个解释清楚了吗？然后包括那个 USB 那里头的一堆的那些讲的数字的这些东西，那到底那些数字，当然有民进党的一些议员有人怀疑说那里面的数字是不是表示是后泄或什么？我不敢确定这一块，因为连我到现在那个 USB 的1500，我还是用1500，是，我没有跟你说是1500或者什么，我还是用1500，只是这些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去破解吗？那出现了这么多。进种啦、木可啦，所有这些金流的问题，就只是个怪字吗？我觉得这件事要从 USB 说起就是说最早的有一个报道讲到说这个有 USB， 对，然后提到说什么小省1500的这件事情，事实上当时柯文哲的捍卫者一直在强调，就是这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甚至呢这个北检为了这样还办了泄密就是找这个记者找谁去最后跟你讲说就不是我们泄密那民众党的捍卫者一样照骂但到今天为止其实。包含到这个比较被认为说可能比较亲蓝的就是这个媒体，事实上也都在报道所谓的这个 USB 的这件事，所以证实第一个 USB 看起来确有其事，确有其事，但是一定有 USB 里面写的，刚刚讲当赖香伶去讲说他的那个时候。看起来确实是有 USB 里头是有一些内容，是有这样的一些。我昨天早上的时候有跟赖香伶通到电话因为他是在他写脸书之前那我那时候跟他通电话，我就直接就问他，我就说，你们那个钱到底怎么回事那因为他打电话给我啦，他就回我这个讯息这样子然后他的讲法就是说，他确实在当时在选举，因为他们当时3个人嘛。那3个人里面，他也没有去问另外2个人因为老实讲，因为政党就拨钱给他，所以他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应该100万，后来他说没有，是110万。那时候我还跟他讲说，那你要不要查一下你的政治现金的部分你有没有这个微金集团其他的但老实讲，因为赖香伶跟高虹安，即使高虹安他有涉犯其他的这个，你如果讲说党里面给他钱，这有什么不 OK 的吗？因为党部给他那个。
弱方都1000多块的这个，对他都有奇怪收到。不是瑞芳，以后这种就不要讲，好不好？你讲出来，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剪掉，大方的退给党中央。对啊，这种对，就像明凤讲，如果真的这样，就说不用这1000多，我应该很容易找募得到。后面在最后在刷布的时候，怎么有这一笔？这样就增加了你的困扰，这样。就是说，因为老实讲，因为他选举的时候党给他钱，其实没有问题。可是那个说 USB， 你刚刚提到说里面记了这么多的东西哦，那只能说一件事情：柯文哲真正对于钱的部分，他知甚详，而且他应该握有绝对的掌控的能力。柯文哲到今天为止啊，老实说，他当然可以，就是有很多种，他要么就不答辩嘛，要么就怎样，反正这本来就是他的权利嘛。可是你今天回来看的是，柯文哲那个时候在台智光那个案子的时候，他怎么写的？他在公文上面写说，哇，那个财团勾结议会哦，那个什么谋取国家什么什么，哇，讲得很重，对不对？我现在我觉得开始有人会怀疑啊，柯文哲生气的不是财团勾结议会啊，是财团怎么可以找议会不找我啊？因为你现在看见他跟财团之间的这个距离没有他讲的这么遥远，更何况之前在最早台北市他的市长办公室里面那个实习生事件的时候，也都是财团啊。那时候他们讲吧，没有啦，我们就是这个进来用。你光提到88会馆的那一件啊，我老实讲啊，这件事情民众党真的别回应，我现在也不想碰啊，因为现在讲说柯文哲曾经应邀去过88会馆，你知道媒体在当时曾经问他这件事，说有人报说你有去过88会馆哦，你真的回来看那一次的访问带，柯文哲什么都没讲，记者是问他你有没有去过。你被爆料说你有去哦，柯文哲说啊，我不知道啊，其实我是跟你讲哦，我吃饭很快，5分钟就吃完了，后面什么事我都不知道。你真的觉得重点是吃饭吗？是你今天不是你吃饭5分钟，人家吃饭要2个小时，你今天5分钟，所以你多出了1个小时又55分，你可以做很多事后来还有报道去提到说，柯文哲不是只去1次，还讲说什么，柯文哲还带什么副市长。带谁去带一堆什么局处官员去88会馆啊？这2天开始媒体在报道这件事哦，我们就问一个最简单的概念：88会馆是慈善事业吗？你今天想去干嘛？想就干嘛？不好意思，我借个厕所尿一尿我就走出来，不会吧？按照钟小平的讲法，88会馆1、2、3楼啊，1楼吃饭，吃完饭之后到2楼，2楼干嘛？休这个游憩间。什么叫游憩间？你可以射飞镖、打撞球，可以唱歌，可以干嘛？这是2楼，那将军在笑。小平说还有一个3楼，你知道吗？3楼干嘛？休息会累，所以呢，3楼有全套管家服务，桌边的概念，你知道吗？就说如果因为这个东西媒体有报道过了，那也不是小平他掰出来，就说一个88会馆是这个样子。要一个市长说哦，我去1次，人家找我去。后面如果真的还带着，我就问那一句问题：去要不要花钱？你柯文哲敢报公账说我带大家去那边？如果你没有报过这种钱，请问谁帮你买的单？柯文哲那么生气财团跟议会之间的距离，结果你发现柯文哲跟财团之间叫没有距离，那个才是整个柯文哲他到现在。他真的不去运训，我觉得也 OK 啦。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去面对跟回应的，其实是现在大家会回来解释，过去柯文哲之所以崛起的时候，是因为他把其他人都表达的非常的可恶啊！你们都搞这些，我柯文哲不搞的。那请问多少郑瑞文我不敢讲说都没有去过88会馆哈，但谁会想说我怎么把什么谁都带去？不用付吗？所以我就讲了，就是说现在对于民众党本身来讲，我看到吴怡轩昨天有这个好不容易又出来了啊，然后被问到说媒体写什么什么哈，他唯一在意的点是什么？你知道？因为媒体写他非核心，所以他说我身为一个被这个某周刊写我是非核心的，你计较这个，我这老讲没有必要啦哈。真正回到主轴，还是应该回到柯文哲的。这件事情的身上嘛。不过刚才讲到说，那过程当中，那几个单位，柯文哲身边的这几个单位，这2天包括北检有传讯一个新故乡是的学者叫孙凤群。那传讯当然后来是吴保请回，可是他是用被告的身份传讯。对，那时候有人在讲说，就是包括他的那个薪水为什么会是他明明在新故乡，那为什么这个过程？这个也很奇怪。
因为他的身份是新故乡的这个智库的学者。好，理论上面来讲，我们刚刚提到说，沈近卿的这一端认的其实都是在这一块，也就是行贿的部分，基本上就是这一端叫行贿嘛。那柯文哲这一端的人，应该理论上叫做收贿嘛。如果有，那而且他必须要有一个对价嘛。所以为什么这一次大家提到说，哦，以前这个我们在羁押的这个申请羁押或裁定理由书上面会讲说啊，可能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多少啊？这一次五哥有看到他写的非常细嘛他第几条第几项都给你写，那表示是什么？你刚刚提到的说那一位这个被约谈的这个学者现在讲说他疑似是因为有经手相关款项，他是柯文哲这一线的人呢，因为他的位置叫做新故乡啊，理论上面他如果真的他有事情，他也不是市府的官员，他也不是谁，看起来不是嘛，因为他就是一个什么退休的老师或什么的，那现在问题来了刚刚五哥看到的那一个点，他会不会反而这一个成为是中间的一个中继站？那到底有几个这个所谓的？因为他的身份突然变成是这样一个被告。因为我有看，因为这位是退休老师，是他在媒体上面讲的一些东西，我不知道将军有没有看过。他在媒体上讲的一些东西是有点类似投资理财，是理财的。对，我有看他那个是在讲投资理财的一些东西，所以这是为什么徐清煌会质疑说，为什么他会被传讯？不止徐清煌，汪洁民也有讲，他们这些财经界人都说这个人是名师啊。对，因为我有看过他相关的，因为这件事情你会回头去爬出所有相关的内容嘛。那当然一个就是讲说他的薪水到底是不是他明明是新故乡的顾问学者，他为什么是在其他的单位支付薪水？这是一个对。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像赖香伶，赖香伶不是很清楚交代这些东西以后，视察猫又跑去多问了一个讲说，因为赖香伶也是挂新故乡的，好像是顾问还是什么，5万嘛，对，5万块每个月是由新故乡付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你挂这你就是新故乡付？那为什么孙凤群也挂这，他就是由其他单位去付？为什么账会是这个样子？甚或徐清煌是质疑说，因为这个老师的专长可能是投资理财这些，所以他说有没有拿一些相关一些费用去投资像 ETF 啊这些？如果现在这也是要查的一个重点吗？这当然其实他是一个高中老师退休下来的，那因为他对于这个投资理财很专长，所以我记得他曾经有质疑过说，我们负责帮军公教理财的这一群人是公务员，他不是专案专责的理财高手，所以说我们的这些钱一直在赔钱嘛，这基金一直在赔钱。我听到这个人的时候是从这个地方听到，因为当时年金改革我们很重视嘛，我觉得他讲的蛮有道理。可是如果跟柯文哲绑上了这个投资理财进入新故乡这个智库，进入这个智库我不知道他要提供什么样的。柯文哲的智库应该是要治理国家嘛，因为他未来是要选总统。柯文哲的智库应该是要治理国家嘛，因为他未来是要选总统，所以这个智库应该是对于国家长远建设的一个建议。这个其实可以啊，他可能在这个智库里面提供的就是在整个国家，像譬如军公教、劳工，我们有多4大基金嘛，基金改革，所有的基金改革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透过这样的地方，就像您刚刚讲的，只要能够，那时候我还记得大家常提淡马锡啊，是说我们如果是找淡马锡基金，新加坡淡马锡基金如果进来的话，不要多啦，他1年只要6%。我们就不会亏了，根本就不需要砍到。那时候大家不是一直在讨论军公教，是在讨论这个投资效益如果够高，对，那军公教的就不会破产，不会破产就不用年改了嘛。那可是看来柯文哲在这方面好像也没有很深的琢磨，所以才会有人去怀疑说，你是不是找了这一位专家来是要帮你柯文哲操盘的？有没有帮柯文哲去买 ETF 的股票？然后才有这种质疑。那但是他变成被告，这点我到现在是想不通的，因为他是柯文哲这边雇来的学者，那我有听过有一些不肖的叫便当助理，就是在议员或是在立法院那边工作，他不理助理的钱，他是某个老板派你来这边，老板帮你发薪水，你只是有一个助理的识别证，然后进来呢是帮老板的政策把关，这叫便当薪水。难道他们的智库里有便当学者吗？我进来，我不是领你的钱，我是领别的人的钱。进来，我有特殊的
任务跟关系。如果是为什么会变被告？如果是这样，被告就不冤枉了。这么直接就对论，这只是他列被告，大家都在想为什么他列被告。对，如果是像这样变成便当学者，你进到他的智库来，你的任务不是协助柯文哲找到治国更好的理念跟方法，而是帮某个付钱的财团找到解套的方法，那这就变被告啦。所以我才说柯文哲有很多的状况做起来，大家每件事都觉得怪怪的，每件事都怪怪的，有没有违反变成贪污治罪条例里面的收贿？那这一点减掉就是不断的在连结嘛。所以我刚才一直在讲，如果这一些学者也好，如果这些微金集团的员工也好，他们的证词不是说老板叫我捐，而是说老板因为有人帮老板做了什么，所以我们要捐。因为这些人不是泛之辈，你说可以当智库学者的，可以进入微金集团当这些所谓重要主管的，都是有头有脸的、有专长的人物，老板叫他捐他就捐吗？你认为他是这种人头或是转手的这种捐人的一个人头户吗？不是，他绝对知道很多我为什么要捐的道理，而且这个你捐给政党这个脉络查得出来，脉络查得出来。你长期支持，因为我知道的很多人，他们这一票人长期支持的是蓝的啦。那他们以前的捐款都是捐给国民党或捐给国民党的政治人物，突然间变成大家揪团一起捐给柯文哲，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重大的政治转折，他才会改变。否则他们一次捐30万，这他们的年薪里面大概是1/5吧。其实还是对30万，还不是个小数目，不少。对这些领薪水的人来讲，至少是1/5或1/6，要一口气捐出年所得的1/5。其实对这些人来讲，除非我真的是非常认同你，没有，它里面已经有好几位，大概5位还是几位讲说那个是交代，就公司拿现金给他，对啊，所以当然我们那时候在节目的时候就已经大家差不多可以算得出来，应该就是公司拿钱给他们去了，不会是他们自己要拿薪水了。那公司拿钱给我，公司用什么理由给你？一定要有个理由嘛，不然你为什么发钱给我？因为发钱给我，我要报税啊。这个放在我的所得税里面，你给了我捐，他有一个理由，这理由是什么？如果理由说不清楚，或是人家就直接招了，没有，因为民众党帮老板做了什么事，所以老板叫我转捐。这就完了嘞。这就糟糕喽。做什么事是金华城的容积率吗？还是有关于让你老板可以获利或更多？所以你老板才愿意拿出这个钱叫你捐给民众党。这个事情对柯文哲来讲，我觉得他放弃在北检出来做是帮自己辩护，因为你在北检做再多的辩护，只是在起诉的时候刑责的重。我不知道，可是这一段柯文哲有可能的想法这样，我现在讲再多也没有用，反正你们就知道他的想法，也许跟黄国昌讲的那段一样，反正黄章是说北检，反正你一定就会起诉柯文哲。柯文哲想法也是，你可能也一定会起诉我，我就不要在这边再多讲了，我就等到横竖你起诉完以后，我到法院大家再打内仗好了。我不知道会不会是这样，因为这个时候放弃了这一块，那重点是要观察的是在下一次呢，如果北检再提讯，北检你不要以后每一次都去就训哦，好不好？你没有这种道理吧？你为了担心他每次都不来，你就每次都跑去就训，也不用吧？应该观察的重点是下一次如果再提讯，那柯文哲来不来？那一次也许你会有什么状况？如果再说不来，那后面北检要怎么因应？好，可是现在看起来这整件事，袁振宁会觉得最大的一些问题，柯文哲那时候他们在查账的时候还记得吗？他们自己都承认说那是一笔烂账，因为那个账怎么会这么多的单位之间，盛货不是还出来说那个穆可还要再回头。靳总还要找穆可再拿1000多万，然后还有就到现在还在弄这些党库、家库，或是讲说其他的地方各自应该是各自不同的一个金库单位嘛。可是这之间他们最大的弊端是不是就这几个没有界限没有这么清楚，搞成是这样？现在对柯文哲来讲的话，媒体上有报道说李文忠、彭振声这两个是2堵高墙，北检除非能破得了这2块，还需要吗？如果柯文哲现在要脱身，唯一就是李文忠跟彭振声把他担的嘛，就是李文忠说这政治献金都是我决定的啦，柯文哲完全不知情啦，他只是负责好好做他总统候选人啦，钱他一概不知。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政治献金这一块柯文哲就可以脱身，但是显然我觉得不会嘛，因为我记得第一场
其实那时候也是我知道李文忠长什么样子的，以前没有在关注他。他据说以前在台北市政府就很活跃了，做捷运局长，然后又做办公室主任。对啊，我们一般人是在那个记者会看到他。那他的经典名言就是：我很负责的跟大家说，我都不知道。所以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帮那柯文哲扛这个。但是我觉得李文忠根据徐府最新的说法，李文忠绝对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了，因为现在大家在查说那个。民众之声不是有经营一个 YT 吗？刚刚讲了，经营个 YT， 对啊，然后 YT 它不是有开抖内吗 ？YT 开抖内的话，大家的每一笔抖内呢，最后会进到 YT， 然后会先到 YT 那边，然后 YT 扣掉什么税啊，然后它该有的手续费呢，它会在你的 YT 的账户里面先存下来，然后你要提供它一个你自己的银行账户，然后去把那个钱把它领出来嘛。那之前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几个月前，很多人在质疑说，徐府你怎么可以？在内部一个开会，自己讲说好像那个钱已经给了木可了，有没有？然后主席说可以把木可那个钱拿给我们文宣部，我们来使用。大家记不记得这一段？当时徐府是怎么回的？徐府的回应是说没有，这钱大家都没动过，绝对没有这个事，那个钱都还原封不动在那个账户里面。而且他说那就是内部聊天而已。对，没有这样做，而且那个钱现在都原封不动，都还在那个账户里。那当时我的理解是什么？我的理解是说还在 YT 的那个账户里，等于是你没有提供任何的金融账户，让那个 YT 的那个他的账户把钱这样汇出来。但是最新的说法，徐府怎么讲？徐府说这个钱呢都在木可的外币账户里，这个就跟他当时讲的完全不一样哦。而且他说谁建议的呢？他说是李文忠建议。那我就问一件事啊，李文忠为什么可以建议民众之声？民众之声不是民众党的吗？他为什么可以建议民众党的民众之声把那个钱给木可？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你们两个是一家人嘛，你才会想说这个钱先放那边一下，然后再出来嘛。所以木可跟民众党基本上那个就是流通啦。这个根本不用这么复杂的这些，光只要讲他们查账记者会第一次，对，记不记得一开始宣布什么事？一开始是由民众党的发言人出来宣布木可从今天开始暂停营业。然后接下来他们会清算，然后如果还有盈余会捐公益。我那天就在节目里面讲说，现场记者没有一位帮我们问一下，就你凭什么帮木可说话？木可是中华民国登记有案的公司，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法人主体，你现场有拿一个委托书出来让大家看一下，是木可委托你吗？没有，就好像有任何一个人就可以直接出来讲别人，我帮他决定了什么事，你凭什么？对啊，那天就是这样，那天大家就讲说原来大家这么熟哦，原来大家就敢提狼哦。那木可2个字真的取得好，真的就是这样子。对啊，那天就这样，就像你讲的，就让大家感觉你那个界限分际真的拿捏的太奇怪了。然后后来最后的时候，民众党不是黄珊珊开个记者会讲说，木可骗了我们啊，骗了我们1300万，我要叫他们还钱。那对照徐府讲说，李文忠决定把民众党的斗内给木可，大家不觉得非常讽刺吗？你后面等于是在演嘛。我觉得为什么后来他会要跟木可要那1300万？因为小虎哥讲的那个记者会，他们最后决定木可把所有的盈余全部捐出去。那怎么办？我们钱全部要捐出去啊，不如想个方法再拿回来一些，所以再跟他要回来1300万啊，就是这样嘛。那所以我要讲只是说，李文忠的角色，他就是负责，至少从徐府最新的讲法，李文忠就是负责调度的。木可的钱，民众党或哪里拿，他是负责调度。好，那关键就是说这件事情，柯文哲知不知情吗？关键就是说这件事情，柯文哲知不知情嘛？如果检方可以把它连起来说，其实李文忠也都是听命于柯文哲，他都是柯文哲叫他这样做的，那当然柯文哲很可能就有状况。另外一个是彭政声嘛，现在检方现在有约谈了非常多的台北市政府的公务人员，其中有一个是都发局长黄锦茂嘛，黄锦茂很明确的就讲说是彭政声跟他讲说，叫他去研议那个20%容金奖励到底要怎么做嘛。那彭政声很明显跟黄锦茂说上级交办。好，那这个也有我退一万步讲了哈，也有可能是随便唬烂的，就是为了他可能他自己想要图利，但是他怕黄锦茂不理他，所以就说上级交办，也有可能，我不排除。可是如果彭政声可以拿出直接证据讲说没有那个上级是真的是柯文哲叫我也不愿意，你看那个公文啊我也不敢签啊，最后也是柯文哲签啊，所以从头到尾都是柯文哲要的啊，才会造成这一些图利行为。那
彭真不愿意担，那柯文哲也会有事。所以现在两块大墙就是彭震生、李文忠，那现在就看看检方能够建立跟他们之间的连结。OK， 可是比方这个整个在政治上面一路往下发展，你看最近那时候刚开始柯文哲羁押的或什么时候，民众党团有人曾经有讲过说，好，包括什么要不要删什么总统府的预算的啦，删什么北检的啦，删什么什么这些，那现在反正因为在预算会期嘛，大家还在看后续那整个运作会是怎么样。但学姐这几天也有讲说，那你看那个整个北检到底现在办成怎么样？生活要不要废那个中主啦，或者什么这些？但是对整个民众党最近的民调看起来，会有团灭的风险吗？我觉得这个团灭是必定的路线，只是它是渐进性，它不会是直播式的，不是断崖式的。对啊，那你看看嘛，就是最近做的这个美丽岛的民调，这个在信任方面有增加0.1%。从23.4变23.5，对于柯文哲的信任度，那不信任度是下降比较多，多也不过是2点多而已，所以是没有差，都是误差范围之内。所以说，你对于柯文哲，虽然民众党这一阵子，不管是黄国昌的这个什么小草的喊话会啊，或是这个蔡壁如的法会，或是什么种种的会，其实民众党对于柯文哲的信任度是没有多大的一个变化，一样不信任的高于这个信任度很高的。很高很多，那问题是就是这些人就是23.5%左右的人是永远都信任柯文哲，那这个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动摇的人，因为不管谁也会有多少有些信任嘛。然后对于哪些民众呢，柯文哲印象比较差，觉得反感的，第一个就是金华城高达56.8%，这个是可以复选的啦。那第二个就是木可公司的账目争议啊，可见就是说这也是大选，就说这个爆出来之后，争议最大，政治现金案爆出来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木可公司到底是不是你私人的小金库这件事情嘛。然后再来就是大选政治现金的争议，就是有些乱七八糟的账。然后再来就是柯市长跟财团的关系，这以上4项都是有40%以上的民众关心。那最高的当然就是金华城，因为可能讨论度比较高啦，但是也有30%人认为前面列的呢，通通没有影响。那后面可能这个后面有包括北市科31%左右，第一雨果市场29%，然后台视光28%，南港转运站26.5%等等，这些后面就比较少讨论，或者说这个案，比如说北市科。他也是图利不少钱，但是他的案情就是比较简单，可能就是在市长室开会就决定了，那没有经过什么监察院或是这个一些复杂的过程等等，所以大家的这个感受度比较低。但是你这个整个金华城这个东西，你的图利金额高达200亿，大家就是非常有感。所以依照这样的东西，你民众党要怎么起来？我是觉得不大可能，你就等巴西立委做完之后，大家就说再见。OK， 那或者国民党呢？国民党对待民众党现在这样的态度，会产生精神分裂的状态吗？包括市议会，尤其像小平跟淑慧被骂成那个样子，但是看起来市议会每3个调查小组里面，市议会里面国民党确实都有一些人在里头调查这些啊，也没有看手软的一些的状况。但是国民党的立院基本上总是需要那8席啊，那对国民党未来态度到底该怎么办？我觉得国民党对于民众党基本上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统一的态度，就是好像比如说立法院他就不会去打嘛，因为8个就坐在你隔壁嘛，见面3分情，对啊，所以你看立委对于那个会有客气一点，但议员就不会手软嘛，议员他们自己有，而且尤其像淑慧又有郝龙斌的那一层那一层关系，对不对？你当初怎么修理人家5大案，人家现在怎么修理你？真的是刚好而已啊。那我觉得国民党中央的话，他们状况就是说，他到目前为止他也没有一个，他也不敢去护，你要帮柯文哲讲话，这个怎么讲得下去？可你要去打他们，好像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个必要。他们可以打钟小平啊，就有立委就会打钟小平。那不是你说那是黄国昌白银的人打钟小平就好了，不是啊，国民党立委打钟小平啊。你现在讲的就是党团嘛，对不对？党团有人叫他们闭嘴嘛，党中央哪有人下去叫他们闭嘴？对不对？党中央对这个东西根本没有意见，是党团嘛，他们觉得会影响那个。问题是，第一个人家
什么时候国民党的党编的立法院党编可以管到台北市议会？第二个就是说，你们这边也没玩出个名堂来啊，对不对？你今天说你跟蓝白合玩得很好，那就算了，你也没有玩出个名堂花，对啊，所以那当然就是不会理你嘛。但是就说，因为我觉得国民党的状况，因为他在立法院里面，每个委员会都刚好缺那一个啦，所以大家不会在那个地方去伤感情啊。但是你要我帮你讲话，他们自己也讲一说话，你今天回过来看，民众党现在帮柯文哲讲话的，也不是你觉得那个声音跟力道也弱了吗？也弱啊，对不对？你看每次看到都是黄国昌这些人，那其他那几个嘞，有跳出来，当然他们只要碰到一定会讲，但是也不是整天跳出来摇旗呐喊嘛。我讲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状况就是说，国民党现在状况就基本上就是这样。但是说蓝白合的状况，现在我一直觉得蓝白合状况现在就是国民党没方向。我就上个礼拜那边讲的是黄国昌在帮傅昆萁想办法嘛，所以傅昆萁当然讨好他。因为现在所有做的东西都上个会期国民党被民众党牵着鼻子走，这会期看起来还是啊，所以变成说好傅昆萁，所以傅昆萁为什么会去党团为什么会去讲钟小平这些东西，这样就是这样子嘛。那问题是，其实我觉得国民党自己要去想清楚，就是说你的利益跟他的利益不一样啦，因为刚敏凤姐拿出来这份民调，国民党就是已经睡了一个暑假之后，居然好感度上扬，对不对？因为很简单嘛，因为赖清德就应该讲说，民进党打柯有点打过头，就是说我讲到现在，你现在打了一堆东西，就是没有一枪毙命嘛，所以你打过头有反弹，所以你看赖清德民调往下掉，那国民党刚好捡到便宜嘛，因为你是最大在野党嘛，对，所以民众党的支持度回升，国民党居然升更多，因为打柯最严重的是国民党是游淑慧跟中常。不是我说一般民众，因为民众是把整个司法都算进去嘛，他觉得你是司法破坏政治办案嘛，所以那一块，但是国民党不可能只靠这个嘛，你这是捡到嘛，因为那个刚好是大家对那个赖清德或者整个体制的不满回到你这个地方来 ，OK， 那国民党不可能一直靠这个，所以国民党自己要想清楚，说蓝白不是不能合，问题是你不能够被他牵着鼻子走，因为人家要罢免的时候是罢免国民党，不会去罢免。他没有得罢，那白银是没得罢。同样的状况，在下一次投票的时候，他的反感就是民众党，他可以做可以带很极端、很争议的事情，因为他只要拿到5%以上就够了。可是对不起，你国民党是区域立委为主，所以你需要拿到50+1，所以你如果通通跟着他屁股后面走，他没事，你会有事的。OK。那对于大家来讲的话，那柯文哲主席、钟华成所有这些案子，在未来还会再有什么样一些的进展？你会密切观察这些。那当然，对所有的观众朋友来讲，今天是全台放台风假 ，OK？ 那大家那台风真的要非常的小心。但若芳，那放台风假，尤其是北基桃放台风假，为什么谢国良会被你们一直在骂谢国良？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应该北基桃吧，他们都。从以前到现在，因为他们叫大生活圈、一日生活圈嘛，所以他们都会讲好，比如说我们8点，然后大家是同步8点一起出去。结果呢，像昨天我看到8点的时候，就看到基隆已经跑出来了，说明天停止上班上课。我想说，台北市怎么还没有？我一直看，然后还问媒体记者朋友说，那个市长有没有在群组上讲说明天上班上课？他说媒体说他们在群组上也问了台北市政府，说基隆已经发布了，我们什么时候发布？他说没有，还在讨论中。所以。谢国良在这期中间，你一开始就先丢出来，就是你要那个先放假了，那你迫使的后面这边也大家都只能也跟着要放，但重点是放不放假这件事情，大家会说放台风假是一个政治学。但重点是放不放假这件事情，大家会说放台风假是一个政治学，可是它的基础是它要有一定的科学数据嘛，所以我们看就是你们觉得这是因为跟罢免有关系啊？我看到民进党有很多朋友重点是摆在谢国良跟罢良有没有关系？你们为什么把这个？应该是讲说，不是我们在讲，应该是网络上大家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谢国良当然说他现在面临的就是13号嘛，10月13号投票嘛。那前阵子是因为柯文哲救了他，大家都没讨论嘛。可是越接近，大家开始有点讨论的，就是说，那谢国良怎么样博取大家的好感 ？OK，
放假，因为很多人都会开心，就觉得放假这件事情是开心的。然后你的政治学那放假让大家觉得说，哎，我可以白放了1天假，多开心啊！会不会在某些上面博取到基隆人的一些好感？我觉得有些年轻人会觉得有啊，就是因为谢国良是最早宣布，他最早，所以才会他没道义，应该大家都是同一时间宣布，他自己先跑了。对，没有。那如果一起宣布嘞，那民进党会不会还是讲说谢国良，对不对？是因为为了救谢国良，还是会这样讲嘛？跟你早宣布晚宣布没关系嘛？因为吴思瑶今天就公开出来讲，他说北基桃会放假就是为了救国良，他就是吴思瑶就是民进党立院党团的干事长就是这样讲，所以民进党可能定调了。我看到郑运鹏什么也都出来讲这件事情。那当然，我觉得因为最近罢良的这个媒体比较没有在关注嘛，那刚好就是台风了，一定会被讨论嘛，要不赶快民进党赶快踩一脚说，哎呀，那个国民党就是为了要救国良啊，所以才故意放假。那难道不放吗？那不放的话，如果真的风雨如果说有人有生命财产损失的话，那些在这边吐口水的要出来吗？而且我觉得他们这样子讲也是有点看不起基隆人，好像是说基隆人就因为呢放了1天台风假，就从要罢免谢国良变成不同意。基隆你们有那么肤浅吗？我相信5哥就绝对不会同意这件事情的。好了，那台风政治学是一定都会被大家讨论到的一块 ，OK？ 那但是在台风假不管怎么讲，台风其实它不是真的放假了，它基本上就是为了避免一些，因为台风总是会有一些灾害的一些问题，希望能够降到最低，好不好？尤其是生命方面一些的问题。好，但除了这个以外，在国际的局势，你要越来越担心。将军，我现在终于知道美国为什么要征兵到中东啦，或者什么。美国是帮以色列去拦飞弹啊！大家可以看上一次以色列还留了1%，让他没有拦截到，留点面子。这一次几乎全拦了，全部拦下来了。但为什么可以全部拦下来？大家可以看其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作为这第一个状况，渗透力超强，表示什么？情报战，等于他很明白的告诉你。伊朗有很多的特工人员几乎都是以色列当时培养出来的。这是谁讲？这不是别人这是当时这个伊朗的前总统伊朗前总统叫做艾玛丹加，他就讲了说，这个我们曾经有培养过一票反以色列的特工，最后有20个最精锐的反以色列特工都变成以色列在伊朗的特工。所以你看这叫做反渗透那。你如果可以知道以色列被攻击的时间，这些特工就先行通知你了，所以先行通知你就抓到了精准的时间之后，就要进入什么？进入心理战。大家可以看这个美国向德黑兰发出警告英法军队参与抵御伊朗的导弹威胁。这伊朗还不够惨啊，好像以色列比较强吧？以色列比较强，美国。还有在相关的联军还说我会挺以色列，对，这心理战而且最早的时候，美国已经在全世界都讲说，虽然他是警告以色列，对，但是他是跟全世界讲，伊朗最后会发射飞弹，然后去打以色列，大家都已经知道，意思就是我就等着你来打，是，然后美国就调兵遣将，所以我才看媒体上面就您刚刚念的那个，原来难怪美国包括舰队也去或什么。他们是从海上就帮着以色列，大家一起拦那个飞弹。嘴巴一边跟以色列说你要冷静，不要这么冲动。然后呢，他的武装上一直在协助以色列做抵抗。所以我记得我上礼拜就讲了，美国永远会站在这一边。这表示的我判断的完全正确，没有问题。然后到了第3步，就是我先守嘛，我先做守势作战，你先打我。我扛住了，下面你就要看你扛不扛得住。所以他一波来了将近200枚飞弹。由以色列跟美军联合把它给拦下来了，等于说这一波伊朗的攻击白打了。将军这一波攻击，因为是飞弹，为什么这波攻击无效？因为上次哈马斯还记得吗？是哈马斯某种程度大家都知道以色列的铁穹对非常厉害嘛，是还有饱和攻击，就是我看你铁穹再厉害。你也有打光的时候吧，然后用这样的模式嘛，就像在夜市我们要套那个圈圈我一个一个套不中，我一把丢一桶出去，总会中一个吧？这叫饱和攻击的概念。他如果某种程度如果真的这样打的话，上一次某种程度哈马斯是有得逞，是有得逞。但这次伊朗为什么他就用飞弹？因为飞弹毕竟200颗，对以色列来讲的话，光以色列拦，再加上美国在一起帮忙，那对伊朗来讲打这个意义到底在哪？当然。伊朗可能没有预化到美国跟以色列会联手去拦，OK， 因为它不是一个层级它是低空、中空跟高空。我们常常听到的铁穹系统，它是低空，等于是最低最后的一个防线。
可是这一次呢，它包含了高空的叫做大卫投石所，它是已经进入了大气层在大气层我就开始拦你的这种飞弹，然后进入了中空叫做剑2跟剑3，就是中间的系统，它有点类似爱国者飞弹，最后才是铁穹系统，它有3层去防空的拦截，所以让整个伊朗攻击是白打了。那么最后呢，他发出了一个说，现在你打完对不对？准备该我了，准备该我了。以色列做了一个算是对贝鲁特产生了一个特工作战，大家可以看到跟铁穹大一样的，这不是在放烟火啊，这是一个对地面的饱和攻击，这是以色列的一个特种部队，他对地面做的有限攻击，我做的有限攻击哦，然后打下去之后，光是这个火球的范围就有将近100人伤亡，将近100人伤亡。所以大家可以看，我先从情报战告诉你，我掌握到了你伊朗境内所有的行动，我掌握得很精准。然后呢，我展现心理战。不是我厉害而已，我找了美法等联军一起来帮我做3重的连结。然后呢，你打吧，我扛得住，我扛得住。最后打完之后，你要知道我怎么反击。所以这叫做攻守一体，情报战跟心理战一起打。所以我才说，美国对于以色列这个盟友，其实说句实话，美国也不想去把它变敌人。最强最狠的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变朋友。所以美国跟以色列永远绑在一起。那当然，伊朗这个状况，我还是觉得要坐回谈判桌。否则美国现在不是帮不帮以色列，是美国还能拉以色列拉多久？最强最狠的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变朋友。所以美国跟以色列永远绑在一起。那当然，伊朗这个状况，我还是觉得要坐回谈判桌。否则美国现在不是帮不帮以色列，是美国还能拉以色列拉多久 ？OK， 那看起来的话，那以色列在这一波承受了伊朗的攻击以后，那未来中东的局势到底会变怎么样？大家最关心的会不会有大规模的地面战的开打？那如果是地面战开打的话，那恐怕就比较麻烦。OK， 那包括以色列已经直接讲明了，呛真主党那要一次扫尽啊，或怎么样。可是如果你把整个中东的战史回归去看。任俊，以色列跟伊朗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们以前还是盟友，是，当然后来是因为伊朗不是有那个宗教革命啦或者什么，是，那2个人开始就变成跟世仇。但以色列打中东战争，你如果把它爬梳到以前那几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打起来是从那个时候让大家见识到，哦，原来这个国家小，但是这个战力确实是不可小觑啊！而且就以色列它的地理环境来讲，它跟周边国家都不合啊。对啊，大家跟它也不合哦。不过我觉得先讲一下，就是刚刚讲伊朗的那件事情哦。事实上，伊朗是不是真的会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哦？因为现在先用飞弹，你可以看到伊朗旁边还隔着伊拉克，然后还其实隔着其他国家才会到这个所谓的以色列，所以他是不是真的会说用大军出动？我们一般认为说哦，我就去打，我认为这个比较保留啦。而且刚刚武哥提到说，事实上在这个之前的时候，他们不是打那个饱和攻击，他是7天打3000枚啊。以色列当时的防御能量，事实上。我认为已经被抓出来了，因为他那时候造成300个人的死亡嘛。那这一次伊朗其实用这个飞弹下去打的时候，我认为他是计算过的了啦。他没有完全被拦截掉，他其实有几枚漏网之鱼是掉下来的，那时候特拉维夫有一些人其实还是有伤亡的嘛，所以我觉得现在对真的就考验就是说，伊朗你这一次是为了说为我的兄弟出气，我就是在我有限的能量里面，我也打看啊，我打完了最少我有动作，我也没有动作，是啊，你说是不是像说哦，以色列跟美国就大规模的去研判说，哦，今天这个伊朗很有可能在几个小时内就要去进攻了，那我就刚刚给各位看那个地理环境嘛，这中间经过这些国家领空，你看这些国家愿不愿意让他这样玩？美国也会进入啊。不过，但是因为刚刚提到，就是说以色列跟这个中东战争，好像这几年里面一直被陆续提到。其实哦，对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历史，其实在第3次的中东战争，也就是被称之为叫做6月战争啊。那个被认为就是以色列基本上它非常非常强大，你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呢，以色列用6天的时间去攻击这个所谓的埃及，然后还有约旦跟这个所谓的叙利亚。那这用6天的时间你去打人家，而且你知道吗？他其实取得了胜利，你知道？后来拿到了耶路撒冷啊，跟这些拿到了耶路撒冷还有的旧城，还有加萨走廊。
拿到之后就变成现在大家每次在听到中东的时候，就听到加沙走廊有问题，其实也是因为这一次的开始。可是第3次的中东战争，1967年完了之后，你觉得说，他打了这个埃及啊、约旦啊、跟叙利亚这些，他们就说我输了啊，我土地这边给你，没有哦，没有要吞。第4次的中东战争，197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在讲这几个名称，其实大家比较有名，因为第4次中东战争被称之为叫赎罪日的战争。那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有个赎罪日？先讲啊，因为他在伊斯兰的这个教义里面啊，他们有一个叫做赎罪日。这个赎罪日意思就是什么？你知道，大家第一个禁食，好禁食；第二个不能使用武器，你也不能够使用电子通讯设备，这就是一般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这是一个神圣的日子。可是呢，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刚刚不是讲说那个埃及他们不是因为打输了嘛？那打输了之后，他们就觉得说，埃及就跟这个当时的跟叙利亚两个就讲好说，我们那个上次战争输了，我们这次把它拿回来。所以换埃及跟叙利亚这里面，他们就决定发动这个战争，然后下去打，你知道吗？那打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对于这个以色列来讲，在这个赎罪日战争里面是一战成名啊。为什么？他打赢了。打赢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有传出有很多这个打的这个为什么他能够打赢啊？有人就讲说，刚刚提到说有些这个什么间谍啊渗透到里面，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以色列一直觉得就是说，反正战争打完了啊，我跟埃及那个参谋总长我们也不错，结果谁知道这是人家没有跟你不错，人家就打算把土地给拿回来啊。那还有他一个是错估情势。现在很多人觉得说你以色列很厉害，你的情报收集很强，对不对？没有，他们当时说预判啊，说认为说那个苏俄啊，不会挺埃及啊。他们当时觉得说不可能啊，你怎么可能会？结果你会发现到参战的国家里面，北韩还有一个苏联啊。他们也都参战了，那结果你知道，以色列在当时是遇到非常大的一个重创，战争初期的时候是输的，可是这时候有一个好朋友跑进来了，那个叫做美国，美国的空运的这个所谓的司令部啊，在22天的时间里面啊，他们有一个名称叫做那个五分钱行动，你知道吗？22天的时候啊，运输了22000多吨的军用物资。包含坦克车、包含火炮什么什么，全部把它运到了以色列，让以色列可以在那一次里面扳回那个颜面啊。否则那时候以色列大家觉得他情报很厉害，没有啊。第4次中东战争的时候，被认为说他的情报其实蛮脆弱的，你知道。所以我觉得这几次的一直不断的进来啊，当然这一次对以色列来讲啊，美国老大哥在后面到底真正扮演什么角色？比如说他前几天去打胡塞，结果说什么？战机起飞之后才通知美国国防部，美国国防部还出来跟你讲说，你这样我们也感到生气呀！今天大家这样打，美国现在又站在以色列这边啊。那说实话，以色列在过去去攻击别人的时候，他也无差别攻击啊，他也攻击人民啊，他也没有说只打军事区域啊。所以现在有没有可能引爆所谓的第6次的这个所谓的中东战争？现在大家就来看，真正最大的态度还是来自于美国啦。OK， 美国接下来要怎么样去看待中东的这一仗？那因为对美国来讲的话，选在今天美国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副总统参选人两个人在进行辩论会。那对美国来讲的话，11月的总统投票非常重要。在这个节骨眼之下，那中东到底该怎么样看待，会牵动到全球的一个状态。那对国内来讲的话，那到底柯文哲主席俊华城这所有一些案子会怎么发展？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那不管台风假怎么样，那在台风过去的过程当中，各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注意安全，好好做好防台措施。OK， 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